底什么作用？陛下息怒。决宁子本身是无毒的，还是解毒的圣药，十分不易得。但若是决宁子和一种名为血祸的毒通过空气融合，就会影响寿命。血祸会存在中毒之人的血脉中，然后会一直传下去，即父传子，母传子，代代相传。不仅如此，还会影响子嗣，几代过后就会……旁的决宁子我不知道，但我手里这个肯定不止换过一次，毕竟没什么药的功效能够百年不失药效。9月的未尽之言，丰元帝又怎么会不知道呢？这说明宫里有人一直都在换这个决宁子。楚家到太子这一辈就该要绝后，生不出孩子的，不然为何会说决宁子家血祸，断子绝孙呢？至于为何二皇子有后，懂的都懂了。然后9月那看热闹的模样，就惹了丰元帝的烦。滚！你不是说要去看皇子所吗？检查仔细点，整个宫里到处都看看。9月一脸懵的和英一被赶了出来。楚家血脉，个个体弱短命，子嗣少。二皇子若真是楚家的血脉，凭什么他就能一窝一窝的生，身子还强健的不行？也好，正好可以一网打尽。容妃和其母家仗着生了个健康的皇子，作威作福了多年。如今健康的皇子正好成了他们的夺命利刃。让鹰眼的人去查，容妃到底是什么时候和人勾搭上的？还有，这毒到底是怎么回事？是。鹰二不知从何处落了下来，应是。一共就几个主子，这么大的地方也不怕走丢了，烦死了。9月针对性的跑了几处藩王及后代进宫会去的地方，果不其然，又找到了一些决宁子，大部分都失去了药效，有些药效已经微乎其微了。鹰一想要把决宁子带走销毁，被9月制止了。这是解毒关键，没听过解铃还须系铃人吗？解铃还须系铃人，是这样用的吗？况且不都说已经没有药效了吗？但9月做事儿最好不要问个没完，他容易生气。对了，这段时间记得多找点决宁子，这是解毒关键，更何况解毒的不止皇上一人吧。鹰一点头，太子和公主也要解的。等排查完，又过了3天。是我去福王府，还是福王爷进宫来啊？9月大夫要先帮福王爷解毒吗？不是皇上您老不信任我，所以暂时不让我解毒吗？这话一出，9月屁股就得遭殃，对皇上出言不逊，找死嘛！所以9月脑袋瓜子都要转懵了，才想起了个理由。福王爷如今毒入肺腑和心脉，若是再不解毒，怕是会不好。9月大夫稍等，待奴才去禀明福王爷后再做定夺。毕竟福王爷身体已然十分的不好，不知道能不能承受解毒之苦。李丰如实禀告了9月所说。丰元帝沉思了许久，小皇叔的身体早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如今多活1天都是赚的。让9月过来。9月乖巧地跪在地上，身子挺得笔直。丰元帝也不讲话，9月自然不会说话。2个人就这么沉默了好久。而9月也从一开始的淡定跪着，到后来开始在心里骂骂咧咧的。跪久了真的很不舒服，一定要让丰元帝赏赐我不用跪任何人。我这膝盖都快要不是我自己的了。丰元帝在等9月说话，却没想到今日9月安静的不行，这人还真是从来不按常理出牌。你可知，你夸下这般大的海口，若是福王有事，你是什么下场？你聪慧，如今又知晓了不少宫廷秘辛，按理来说，朕该将你秘密处死才是。天啦罗，这又是从哪里说起啊？9月小心地去了一眼丰元帝，看人不像是在生气的模样，脑袋瓜子转了转，只能想着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吗？陛下英明神武，武力超群，群芳竞艳，这是在夸他？真有人连马屁都不会拍，拍了个稀碎。丰元帝凝神听着9月说话，就想看看这人还能说的有多么的离谱。结果9月不知道说到哪里了，一个为所欲为说完了以后，竟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自己把自己给逗乐了，可还行？
九月动作小小的捂着自己的嘴，肩膀小幅度的一耸一耸的，真乐得不行。风原帝看九月眉眼弯弯，笑得十分开心的模样，眉眼间也莫名的染上了一层笑意。再看九月乖巧的跪在那儿，那低眉顺眼又自己把自己逗乐的模样，真是让风原帝提不起什么气性来。从未有人在他面前这般放松过。九月抿着嘴憋笑，抿着抿着又有点憋不住了。怎么，你夸了朕那么多，夸着夸着自己乐了？是觉得朕配不上那些词儿？不是，那是什么？陛下，您知道的，九月出生乡野，书读的不多，绞尽脑汁才想起了这么点的成语夸您。然后九月担心自己说不好，就想着用接龙的方式来说，就是每个成语的最后一个字和下一个成语的第一个字读音相同。这不刚好说到为所欲为，这两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一样，我就可以一直为所欲为，为所欲为，为所欲为了。什么为所欲为？你自己听听，这是夸人的词儿吗？九月眨巴眨巴眼睛，跪在那里莫名的可怜巴巴，楚楚可怜。风原帝眼角抽了抽，若不是知道他的壮举，这么可怜巴巴，楚楚可怜，配上他那么一张明艳张扬的小脸，还真有那么点子那种感觉。风原帝觉得人不可貌相这句话适用于任何人，尤其适用于九月这姑娘。明明给皇室解读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还会被九月插科打诨了一番。我还没有看过福王爷，需要看过之后再确认，不过不会超过1个月，解完毒之后再调理2个月应该就没事了。风原帝点点头，还有个问题已经想了好几日了，太子无嗣，这是动摇国本的事情，何况二皇子的事牵一发而动全身，也不是说处置就处置了，最好的还是让太子尽快有后，先封住那些人的嘴巴。太子还能生吗？九月一脸的纠结，他一个不杀人只能自得其乐看破文的，听见这句话就好像雷达被启动了一般，叮的一声自动就带入了某些生子文，嘴比脑子还快，干巴巴的来了一句：太子还能生孩子啊？他好厉害啊！风原帝和李丰对视了一眼，怎么都觉得这句话有点怪怪的，但听九月这意思是他楚家终归还是绝后了。风原帝觉得自己的心脏都不舒服了。九月看风原帝的脸色一瞬间变化，后知后觉的反应了一下，完蛋了，我好像吐了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所以连你也没有办法了吗？陛下，您刚刚的意思是太子是否还能有后，而不是太子能生孩子的意思吧？你刚刚说太子厉害，是你觉得太子能够亲自生孩子的意思？我九月，你自己听听，你自己说的是人话吗？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嘛。陛下，您没听过没看过，不代表男人不能生孩子啊。风原帝老当益壮，手里抓着李丰的拂尘，就和九月电视上看到过的那种家里长辈请小辈吃跳脚牛板筋的架势一毛一样。九月嗷的一声喊，飞快的起身。陛下，太子能让太子妃怀孕的，还有侧妃也成。我刚刚就是随笔脑子快了一些。九月到底年纪小，风原帝快追了2步，九月一溜烟的就跑去了老远去了。风原帝是被气懵了，竟做出百姓追打自己孩子的样子。这个当口，我们要不要现身把九月逮住？没看陛下虽然在追着九月，但嘴角是扬起的。这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陛下息怒啊！陛下，我错了，我真错了。陛下，我给太子解毒之后，太子就可以有自己的孩子了。您高兴一下，别追着我了。你别跑！风原帝站在离九月几步远的地方，九月怂唧唧的往李丰的身后躲。要不是看你个老登是皇帝，谁敢追着我揍？谁？来皇宫这么多日，九月早就知道暗处隐藏了不少的高手，他没有全身而退的能力。人嘛，识时务者为俊杰，该怂就得怂。九月抓着自己的2只耳朵，眨巴眨巴眼睛，充分运用自己这张脸，可怜巴巴的和风原帝说软话。那您别揍我了。不揍你，
但不打你一下，朕气不过。你把手伸出来。九月本想把屁股转过去，屁股肉多，打起来也不疼，但想想还是觉得不好，扯上李峰的袖子往风元帝的面前移。到了风元帝的跟前，人藏在李峰的身后，手从李峰的胳肢窝底下钻出去的。风元帝和李峰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的眸光中看到了那璀璨星星点点的笑意。哎呀，这九月真是大齐的福星啊！其实风元帝不生气，只是满腔的喜悦无人可以分享，那么多的情绪无处释放，而九月咋咋呼呼的，却能和他很好的相处。他什么时候追着小贝打过？九月竟也给了他这般的体验，说实话很舒服。这么多年胸口的那堵气啊，随着九月一句又一句的话消散在空中。天不亡我楚家人，那我楚家人就要在位更长时间，让整个天下海晏和清，百姓丰衣足食，国泰民安。陛下，九月这手可还得给福王爷，还有陛下您，还有公主，还有太子殿下解毒呢，可做不得。罢了罢了，好好准备，朕让人把小皇叔请到宫里来，需要什么要做什么，让英依配合你，但解毒的事必须要保密，不可让出皇室外的任何人知道，记住了吗？九月嗯了一声，急忙收回自己的手。季青和季昭眠肯定知道，毕竟他们那么聪明，那可不是我说的呀。英依时时刻刻地跟着九月，九月早就有心试一下鹰眼首领英依的功夫了。刚站到院中，英依沉默地跟在九月身后2步远的位置，一则是保护，二则其实也有监视的意思在。一站定，九月五指成爪，一个刁钻的转身，手就朝着英依攻去。英依瞳孔微缩，脑子还没有反应过来，身子先做出了反应。屋内做事的几个鹰眼快步地跑了出来。英依看了一眼九月，很快就知道了九月的想法。不要动！说话间，英依很快就和九月过起招来。50招后，两人还是堪堪平手。100招后，英依竟然落了下乘，并不是九月的武功要更厉害，而是两人擅长的不一样。若是九月保护谁，那可能保护谁谁死，但英依不一样，那是想要保护谁，就连只苍蝇都不要想突破他的防护线。九月收回手，两人看着对方，英依眸中的欣赏不似作假。九月大夫的武功比我想象之中的还要好啊！好说好说，我这不过是糊口的伙计。站在廊下鹰眼的人则更多的是惊讶。100招后，英依露出了好几个致命点，那是破绽，也是九月出手就会让英依丢命的地方，所以是九月赢了。英依输了，那和你比呢？若奴才再年轻个10几20岁，九月和奴才大概不相上下。如今的话，200招之后，奴才就跟不上了。李峰担心风元帝疑心九月，还是加了一句：若是鹰眼的人上5个以上，可以生擒他。哼，你这个老东西，对九月倒是真心疼。九月大夫是难得的赤诚人。九月从来不会明面上对他恭敬，暗地里却看不起他一个阉人。对他，九月就当他是个人，是个正常人，这对李峰来说就足够了。入夜，宫内密室灯火通明，不过1、2个月未见福王爷，风元帝的眉头蹙得实在是难看。福王爷的儿子名楚义，看着福王爷泪眼婆娑。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起来吧。谢皇兄。李峰都和你说过了吧？这位就是九月大夫。风元帝和楚义都紧张地看着，九月提着小刀上前，直接在太阳穴两边划开了2道很小的口子，然后手上动作飞快地给福王扎上了针。扎针1刻钟，然后进药池。这次解毒，九月用了全部的专注力。没法子，解毒之人的身份到底是不一样的。况且风元帝也在看效果，想要抱上这最粗的一条大腿，九月就不得不打起12分的精神。一连3天，九月真是连眼睛都不敢闭呀，时时刻刻预备着抢救福王。
又到施针的时间，九月的精神处于十分紧绷的状态，抬手先给了自己一针，把站在一边的楚逸给吓了一跳。九月大夫，闭嘴！英毅的眉头蹙了蹙，九月那干脆利落的给自己施针的模样，显然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根据隐隐收集回来的消息来看，江湖也好，市井也罢，甚至别国也好，没有这么培养人的组织。九月似杀手，但又不是杀手，似医者又不是医者，他到底什么人呢？他这次针灸结束后，九月一头栽在了旁边的软榻上。一个时辰后叫我。说完，根本就不等任何人回答，眼睛一闭，直接就进入了睡眠状态。连入睡状态都是可控的。想当初，他们之前也训练过这些，但只有极少数的人训练成功了。毕竟入睡是真的很难自行控制，但九月做到了。一看九月就像是顶级杀手，但偏偏他的所作所为又和杀手不沾边。哪家杀手让家里人考科举当大官的呀？说起来都觉得好笑。前5天是最关键的时候，第6天以后，福王的情况就趋于稳定了。九月老实的和丰原帝汇报了一下，丰原帝立刻命人去查看。医者们一个接着一个把完脉，眼中的震惊实打实的。如何？回皇上，确实有很大的好转，这简直是奇迹啊！敢问陛下，到底是何人，竟有这般起死回生的医术？这哪是什么起死回生啊？不，也算是起死回生。九月说了，这是中毒，毒解了，人自然也就好了。下去吧。还想和九月讨论医术呢，他白养了他们这么久，半点作用都没有。最后还是靠九月把这毒给研究明白了。九月趴在桌上休息，丰原帝大笑着进屋。哈哈哈哈哈！啥？九月，你要什么？朕今日高兴，你想要什么，朕给你什么。陛下当真是九月要什么给什么？君无戏言。那陛下可不可以给九月一封圣旨？空白圣旨？丰原帝微眯了一下眼睛，看九月的表情有些不善，他对九月寄予厚望，不想第一时间就用最坏的想法去揣测九月。我拿空白圣旨来干什么？我要奉旨不跪。什么东西？哼，就是我以后可以见谁都不跪，也包括您。您看这个赏赐可以吗？让你跪着行礼，是为难你了？丰原帝瞧着九月跪得很顺畅嘛，麻溜得很。到底是皇上，能跪得不顺畅？真是说的什么屁话。丰原帝以为九月会要个什么旁的赏赐，比如给他封个县主、郡主，有封地10亿的那种，再不济给季青提个官职什么的，再或者库房里要点什么稀世珍宝，那些可都是实打实的好处。但最后九月只要了这么一个奉旨不跪，丰原帝想想都替九月亏得慌。我是那种会做什么亏本买卖的人吗？想什么呢？怎么可能？我要给楚家那么多人解毒，只要我时时刻刻的跟进进度，再汇报给丰原帝，解完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就得给我送礼。再有，太子不是想生孩子吗？看着毒解了，我就到东宫去给太子的妃嫔们瞧上一瞧，给他们算算排卵期什么，让太子心情更匀个把月。等一个接一个的怀上了，丰原帝和太子不得再将上一遭啊？丰原帝和太子会是那种小气的人吗？他们好意思小气吗？至于太子会不会太累什么的，关我屁事啊！没听过一句话吗？只有累死的牛，没有犁坏的地。九月准备给太子调理身体的最后几日，给他弄点什么补药，然后就可以开始迎接楚家的新生儿们了。九月美滋滋的开始幻想，而这边季青也终于可以开始给九月写信了。九月暂时是出不来的，至少得在宫里待上好几个月。季青在给九月的信里洋洋洒洒的写了很多，都写得十分的含蓄。一打开九月的信，虽然字有些缺胳膊断腿的，但已经比一开始要好上了不少了。季青看着九月写的好些想他什么的，一张脸红得像是要炸了，捂着脸痛读了好几遍，然后珍重的把信收了起来，接着再提笔，想着也给九月写上几句我也好想你什么的。刚开了个头，季青就在书桌前扭得不像样，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呀。扭着扭着，季青就扭到榻上去了，扭成了一条蛆。
一张脸红的压根儿就没法看。季昭民敲门，抬眸就看在了躺在榻上扭成一条蛆的季义清。这是风啊！季义清慌乱地坐直了身子，欲盖弥彰地喊了一声：“大哥！”仿佛刚刚那个好像抽羊癫疯一样的人不是他。季昭民狠狠地闭了一下眼睛，开始自我催眠。我什么都没看到，是幻觉。自从9月进了季家门之后，季昭民自欺欺人的能力与日俱增，俨然已经到达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二弟，我是听说9月写信回来了，可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9月在宫中可待得惯，没被人欺，应该也没有主动去欺负旁人吧？季义清只捡了些能说的说，毕竟解毒的不是一个两个，旁人倒是还好。封元帝的话，必须得确认是真正的没事了，才能出宫。这么一说，没个1个来月，9月怕是想出宫都不可能了。我去衙门了。今日不是休沐吗？季昭民没接话，毕竟在家看着他二弟怀春的表情，他宁愿去衙门看那些繁冗的卷宗。福王解毒很顺利地完成了。昏昏沉沉了好几个月的福王，在某一日睁开了眼睛，还以为自己已经到了地府，睁开眼睛就看到了封元帝坐在床边，眼眶一热就流了下来。元儿，你怎么也……福王只以为封元帝也到了地府了，哭得不能自已。封元帝目瞪口呆地看着福王，还以为是解毒的后遗症，刚要张口喊9月，怎么是热的？哈哈，小皇叔，你这是好了，毒被解了。我还活着。封元帝点点头。福王激动了一瞬，立刻又想起了什么。你说我们是中毒了？是，楚家所有血脉都中了这种毒，才会子嗣艰难，才会短寿。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楚家这么多年，不管男女，之所以活不过45岁，之所以没有几个孩子，都是因为中毒了？封元帝凝重的表情昭示着福王的猜测属实。谁？到底是谁？竟然悄无声息地给我们楚家下了这么多年的毒？小皇叔放心，朕一定会给所有楚家人一个交代。好。9月凑了上来，看了一眼福王，让他睡，这点精神头全用来生气了。福王看着这个莫名出现的漂亮小姑娘，张嘴刚要说话，就见小姑娘拿着根银针在他身上扎了一下，然后几人就看着福王脑袋一歪，竟开始打起了呼噜。封元帝看着9月，现在就要和9月商量一下剩下的人如何做了。用个什么名义把所有藩王都弄到都城来，然后解毒呢？看他那插着小腰的小傲娇模样，若是让他给那么多人解毒，这人怕是得和我急呀。还是先给朕、太子、楚义、公主解毒吧。9月暗戳戳地瞄了一眼封元帝，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沉稳，有那种奸商的本质。毕竟要开始和这个朝代最顶头的老大讨价还价了。接下来给谁解毒？9月装了半天不得其领，干脆还是放弃了。他就不适合当奸商。太子殿下、公主殿下、世子还有陛下您都可以一起啊。那给朕解毒需要多久啊？只要每日用2个时辰来解毒，连续解毒半个月就可以了。接着又说了一下太子殿下和公主世子他们解毒的时间和步骤。太子开始解毒之后，必须要禁欲3个月，但这3个月时间里，我会给太子的几位妃嫔都调理一下身体，争取让太子禁欲结束之后能多生几个孩子。封元帝一听，心头难免也火热了一下，隐晦地看向9月。那朕？9月用一种一言难尽的表情看了一眼封元帝。虽然40、50岁生孩子的不在少数，但封元帝这种情况，能不能那啥都是个问题。封元帝不知怎的，竟然从9月的表情中看出了未尽之意。其实9月就差在整张脸上写着你不行。身为男人的自尊怎么可以被挑战？封元帝站起身，然后9月就看着封元帝莫名其妙的开始抬头挺胸收腹，这是妄图展现一个十分强健的体魄。要不是这个老登是皇上，高
底得给他一拳，好辣眼睛。你能想象一个40-50岁的帅老头在你的面前凹造型吗？九月抿抿唇，好吧，不能再想象了，越来越兴奋是怎么回事啊？然后九月目光炯炯地看着风原地，单纯的欣赏。看到九月的表情，怎么有种自己是猴子的错觉？风原地默默地坐回了椅子上。罢了罢了，那你好好给太子调理身体。好说好说，只要到时候别忘了我的好处就成。要是真的忘记了，我是会闹的，绝对会闹的，就是那种撒泼打滚的那种闹。为了不让任何人发现，公主和世子都是在白日里解毒的，风原地和太子则是安排在了晚上。至于之后的调理身体，就不用这样秘密的进宫了。况且的宫外还有个嗷嗷待哺的沈宗生在盼着他呢。怎么了这是啊？你不是去沈家让沈夫人当个中间人，好去季家说亲吗？听说季义清的爷奶还有父亲母亲还有2-3日就要到了，这个时间过去说了，等过个7、8日，那边收拾整齐了，让长辈上门不正好吗？灵王抬眸看向灵王妃，最后莫名其妙地摇了摇头。哎呀，到底怎么了？你倒是说呀！哎呀，本王今日经过季家，从小巷子过去，正好看见了季家后门。你猜我看到了谁？谁？鹰眼的人。当真？半点没有遮掩。我让管家去打听了一下，鹰眼的人这段时间至少3、2日就会到一次季家。鹰眼是什么人呢？那是在御前当差的，个顶个都是皇上跟前的人。能戴雄鹰面具不辨真面的只有50个人，其他的我也不认识，只知道鹰眼隐藏在各个地方，而领头的50人才能戴雄鹰面具。你想想，鹰眼的人常去季家，可想而知，季家应该是有什么也入了皇上的眼了。若是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去说亲，那皇上会怎么想我们？把鹰眼的人当送信的邮递员的，大概就是9月了。9月闲来无事，就爱给季义清写信。没人送信，那是不存在的。茵茵，这是明日的信，你记得让季义清多给我写点，我写10几页，他知乎者也一圈，我看都看不懂。毕竟也没谁像您一样，一句思念能写半页纸。待9月给几人解读结束，已经堪堪过去了整整1个月了。最后9月拉着5车的奖励回了季家，真的是实打实的5车，堆得满满当当的。最重要的是，9月捧着个巴掌大小深口的小木盒子，里面装的全都是银票，少说有好几万呢。这单生意值，不愧是风原地啊，真是太大方了。要知道，一开始的风原地本来有心让9月自己到他的司库去选东西的，后来鹰一隐晦地说了2句，9月对于黄白之物的喜爱程度，一度因为沈宗年答应给他，结果忘记给他这些东西了。9月就去夜探将军府，要去揍沈宗年。也就是这次夜探将军府，9月顺便抓了北蛮的细作，并看到了沈将军体内的蛊，然后风原地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这丫头邪性的很，不过是点银票，竟然就能做出夜探将军府的事情。不过也是沈宗年自己没办好事，他累得9月自己大半夜不睡觉的跑出去。风原地的偏心有，且仅有9月。9月，季义清，季义清一眼看到9月手里的圣旨，惊讶了一瞬。若是猜得不错，这圣旨应该就是风原地给9月的特例，奉旨不贵了。少卿隐晦地看了一眼季义清，没太多言。毕竟季义清表现得很好，有问题的是其他人。只是这件事到底还是要和9月提上1、2句，也好有个防备才是。少卿都没有想到，这段时间明里暗里打听季昭民的人多，但谁也不知道，就是有个大官的闺女瞧上了季清了。这几日那姑娘四处打听搜罗季清的信息，妄图和季清偶遇，被按月的人给瞧见了。好在主子现在回来了，以主子的性子，有人敢觊觎他的男人，谁知道下场是什么呢？季清紧紧地抓着9月的手，捏了捏9月的指尖，四目相对之际，两人会心一笑。两人悄咪咪地回了房。我想你了。我也是。9月坏笑着，一个用力，直接把季清给推倒在榻上，直接压了上去。
有多想？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们这么久不见，对我来说像是过了几十年。怎么瘦了这么多啊？就是说啊，你都不知道，我这段时间都没怎么合眼，整日里都在做事。辛苦你了。不苦，你都不知道，我这次拿回可多东西了，好些都是陛下赏的，可以换钱的。我们如果要跑路的话，就有可多银票了。为什么要跑路啊？9月这又想到什么地方去了？为什么会跟跑路沾上边啊？御赐物品是不可以随意售卖的。什么？说着，9月猛地起身。御赐的物品不可以买卖？是啊，御赐之物是不可以售卖的。宫里有专门的衙门是掌管这些的，赐给了何人都是有登记在册的。一旦在市面上发现这些御赐之物，追根寻底的，很容易就查到了。都给我了，不就是我的了吗？怎么我还不可以随意处置？奸商啊奸商，傅云帝真是个奸商！等着吧，再有下次，必须全给我换成银票。那现在这些东西怎么办？啊，只能先放着了。9月哀叹了一声，累死累活的1个来月，就得了7万两银票，这生意，哼，其实还真是挺值的。9月看到城门口的位置，远远的就看到了镖局的旗帜。来了。少卿对着身后的几人点点头。这是书斋，还有分布在都城里各个铺子摊位上的按月的人，今日是特意出来拜见9月，顺便认一认季家的人的。和当初认季家3兄弟是一样的，季家人但凡只要跨出门子去了，和谁见面做了什么，都必须要尽在掌握。9月乐呵呵的上前，一眼就对上了胡春花惊悚的眼神。阿奶，没不想来吧？没有不想来。哎呀，这可是都城啊！我老婆子做梦都没有想到，我这辈子还能有幸到都城来生活呢。没过多大会儿，少卿走到9月的旁边，耳语道：“认完了。奶，阿爷，一心和大伯哥没时间来，所以我特意来接你们了，感动吗？”胡春华和季山缩成了一团，感动？不感动，不感动。马车很快停在了季家门口，看着富丽堂皇的大门，还有飞快迎上来的小厮，季家人直接被眼前的这一切给震撼到了。除却震撼，隐隐露出的自得让9月的眸光沉了沉。阿爷奶，你们知道你们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吗？一群人排排站在那，目光灼灼地看着9月，生怕晚了一步就被9月咔咔咔地掰骨头。9月呀，奶什么都听你的，你让奶往东，奶绝不敢往西呀。你们两个若是有什么不测死了，大伯哥和义清就得丁忧，丁忧就没有办法往上爬。但我呢，觉得真有本事的人，一个丁忧也没什么关系。不是一个丁忧，2个、3个、4个都没有什么关系。你们觉得呢？9月眸光阴恻恻地扫过胡春花，扫过季山，扫过季大湖、沈眉，看到谁就莫名的觉得冷。怎么感觉一段时间不见，9月的威压更甚了呢？只要我想，我可以让你们有100种方式悄无声息的死去。所以，别做多余的事，别做让我不高兴的事，最好乖一点，再乖一点，不然季家明日就可以吃席。说完，9月转身就走。少卿进屋就和9月回禀事情，说起了季山他们的归处。9月乐了，少卿但凡主动开口的，就没有一样是不可以做的。你主动说起这个，是有什么想法了？金家有处庄子，有500亩地，我去瞧了一眼，价格虽有点贵，但地大，都是良田和水田，佃农也还算是老实。你是想让他们去庄子上？季青和季昭眠担心的事儿，也是他担心的事儿。季家人若是一直在都城内，难免不会被有心人给使绊子，还不如放到庄子上去，然后命人专门看管起来。9月点点头，这倒是一个好的去处。入夜，9月和季青刚躺下，院子外面突然撕心裂肺的一声喊：“二嫂！”苍了个天的，要不是这声音是9月自己听到了，都还以为这二嫂该是没了，不然谁发得出嚎丧似的声音？我去看看。我去瞅瞅。二嫂，救命啊！这刚出了院子，就看到了各个院子的所有人都已经出来了。看清发生的事情，少卿很快就聚集起了季家所有的仆役。季家如今人多了，又都是些新来的，主子一直在宫里，这才回来，就出了这么一桩事儿。
挺好的，正好给主子立威了，省得院里的人人心浮躁，分不清大小王，以为自己是都城富贵牙行豢养的下人，就比主家还要高那么一头了。少卿连带着请的几个年轻护卫也一并都叫到了院子内。东家，发生什么事情了？说着话的，就看到院子中间跪着个小姑娘，看起来不过15、16岁的模样。你干嘛了又？二嫂，你可得为我做主啊！我什么都没有干。那这……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在书房看书呢，这不知道哪里来的女的，端着碗一按根就进屋来了。我说我晚上不吃甜的，结果他就怎么了？他就开始脱衣服，还要来摸我。二嫂，他肯定有阴谋，他还脱衣服干嘛？还来摸我。说着说着，冀州爷就想起了万花楼对他十分殷勤的那个身带梅毒的女人。二嫂，你说他是不是就有那种毛病，所以才跟狼似的往我身上扑，妄图传染给我，然后传染给全家，灭我季家满门？季昭明和季义清直接喷了出来。九月难得的反思了自己一下，自己当初在万花楼一事上是不是矫枉过正了？那小丫鬟看九月看向他，微微仰着头，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水润润的望向季义清。二少爷，奴婢没有，奴婢是想着三少爷夜里看书困顿，才熬了银耳莲子羹送给三少爷，没想到竟然被三少爷给……我没有，我真的没有碰他。二嫂，你信我呀！那小丫头眼看冀州也不认，而其余季家人也只冷冷地看着他，只能破釜沉舟一般，猛地跑向了墙角，嘴巴里还念叨着以死自证清白。撞死！东家会为你证明你的清白，买上好的棺木，让你风光大葬，还会给你家人一笔钱够他们生活。小丫鬟猛地止住了脚步，像是突然明白了什么，这才看向一直都不大放在心上的主母。少卿微微凝眉，直接跪了下来，请东家责罚，这丫头是我买的，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负全部责任。你们的事儿我们待会儿再说。季维忠，季家的家规是什么？季家家规，季家男人不准嫖，不准养外室，不准养小官，不准纳妾，谁敢犯，没收作案工具。所以你懂吧？季家男人是不会有淫娘妾室的。当然了，你说冀州也碰了你，那他就得负责。只要你真的被他碰了，破了身子，那今日之后，我就代表季家向你下聘，让你风风光光的进季家做夫人。姨娘都没有出息啊，要做就做正头夫人，你说是吧？说完，那小丫鬟的脸色猛地就白了。夫人，奴婢。但若是冀州也没有碰你，对于敢在季家爬床的，只有一个下场，死。所以你要验身吗？夫人，奴婢错了，奴婢再也不敢了，请再给奴婢一个机会。少卿，东家，准备鞭子，蘸点盐水和辣椒水，堵住嘴，别吵到了邻居。什么时候打完，放剩下的人离开，让所有人都好好的看着，不管是小厮、护卫还是丫鬟，季家的所有下人都好好看看勾搭主家的人是什么下场。是。夫人，我错了，我不敢了，饶了我一命，夫人。怎么，你是要验身了？季山和胡春花几人双腿直发软，想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九月转身，似笑非笑地看了看几人。阿爷、奶、二叔、二婶、爹娘，你们也别回去了，这么一出大戏，你们不看岂不是浪费了？九月手里抓着把瓜子儿，乐滋滋地看着护卫抽人。这一出，季家的下人实实在在是被九月给震到了。经此一事，整个季家再也没有什么偷奸耍滑的懒奴了，个个做事恭敬的很。时间转瞬即过，九月愣愣地听着英一的禀报。你说什么？英一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如今正值秋季，往年丰原帝也没有那个心思搞什么秋猎一类的，但今年说是要大搞一次。许是今年毒解了，身体也好了，所以丰原帝就开始造作了。季义清和季昭眠一个7品，一个从6品，按理来说不在秋猎的随行人员之中，但丰原帝也怕秋猎过程中出点什么事情，把2人都给加上了，主要就是个由头，让季义清把九月给带上，
特意让鹰一来告知九月一声。真不知道这秋猎有什么好猎的，猎场的人把喂养的憨憨的猎物往林子里一放，剩下的人撞上去都能撞死那么1-2只猎物。但丰原帝特意来说了，九月若是不去，那就是抗旨，小心脖子上的脑袋。希望丰原帝是有万全之策，是真正的请君入瓮。是的，就算九月不玩政治，但看血祸的事情结束后，明知二皇子不是他的种，丰原帝也没有直接处置二皇子。九月就猜丰原帝肯定是有什么打算，难怪丰原帝非得把他也给弄来了。万一有个什么好歹，九月医术还能派上用场。可千万别玩脱了，到时候没人兜底。难得出来游玩，太子和丰原帝兴致都很高。太子前几日刚得知太子妃有孕的事情，还未来得及告知丰原帝，这会儿在帐篷里眉眼含笑地告知丰原帝太子妃有孕一事。好啊，赏！九月呢？那丫头呢？让她来，朕要好好的赏她。太子点点头，倒是李丰在一边看了看丰原帝的表情，确认话说了，丰原帝不会不高兴才道：陛下，今儿个天气好，禁军那边已经准备好了，待您射了第一箭，那些好骑射的儿郎们就可以尽情的打猎了。话音刚落，丰原帝和太子同时冷静了下来，这个态度还没有坐稳，实在是不适合太过张扬。再者，这会儿若是把九月给叫到帐篷里来，难免会被有心之人探查了去。也罢，回去再把九月秘密召进宫赏赐是一样的。哎，你有没有觉得陛下的精气神好似好了不少啊？小声点，你怕不是想让御史参你个居心不良啊你？啊，真是让有心人听过去的话，还以为你是盼着陛下的身体不好呢。参就参嘛，我这不是说的实话吗？怎么着啊？就你有眼睛，旁人看不出来啊？丰原帝身体和精神好的事情，不止朝臣注意到了，二皇子自然也看出来了。而且最近宫里的消息，二皇子知道的越来越少了，但探查过后却又什么都没有发现。所以这次秋猎，二皇子自然是卯足了劲儿的表现，妄图再获圣宠。反正丰原帝马上就要45了，不出意外马上就要死了。太子无嗣，就算是丰原帝执意让太子继位又如何？为这大齐的江山考虑，那些迂腐的官员、民间的读书人会拿太子无嗣这一点做文章，觉得他没有子嗣是被上天惩罚的罪人，到时候鹿死谁手还真就说不准了。此次秋猎，除却皇后，丰原帝也特意把容妃给带来了。只是容妃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并不知道她的周围有超过10个鹰眼。这不，射第一箭的时候，丰原帝装作没有看到容妃的样子，直接就把箭对准了容妃。真是恨不得直接一箭把这贱人给射死。是的，关于御书房菊宁子的事儿，已经确认是容妃所为了。至于原因，还在探查中。丰原帝最终只是射了一只兔子，也算是开了个头箭，没一箭把容妃给射死。陛下真厉害。身为帝王，也有太多的无奈之处。就如现在，明明知道容妃是个什么人，却因为要查探背后的人和事，明明厌恶的要命，丰原帝还是要忍着恶心，违心的说道：这粉色衬衣穿起来很好看。九月正巧在林子边，正巧就听见了这么一句。丰原帝敷衍完了容妃，转身就看到了九月张着嘴笑得十分的猖狂，显然是看到了全程。就算是看到了，你也可以稍微收敛一点。看皇帝的笑话，真以为自己有几个脑袋？九月一个抬眸，正好对上丰原帝似笑非笑的脸，一个踉跄，口水直接把自己呛了个咳心咳肺。看着九月咳得脸都红了还不消停，丰原帝心里终于是畅快了。哼，该让你还敢笑话朕？一连在猎场待了3天，整日吃的都是烤兔子、烤野鸡、烤鹿。九月上火到拉不出恩来，趁着大家都忙着处理猎物的时候，九月直接钻进了林子里。之前在这一带的时候，有看到那种清热下火的草药，九月准备去弄点来下火。其实还有别的方式下火，但是有点费记忆清，还是算了，要用好多年的，缓着点。
进了林子没多久，九月就蹙了蹙眉头，敏锐地觉出林子里似乎有点什么不对劲儿。但真让九月说哪里不对劲儿，他又说不出来，然后干脆从马上下来，俯身耳朵贴在地上，却听不到什么不同寻常的声音，只是空气中多了很多的腥味儿。不是血腥味，而是腥味，绝对不是吐腥气。九月在原地顿了几息，几乎没有思考的直接翻身上马，原路返回。他惜命得很，也没有那么多的好奇心，从来不对未知的事情表现出兴趣来，这是保命法则。回到营地，九月一眼就看到营地正中央的位置，不知道什么时候搭了一个小台子。看到九月一脸严肃地盯着空地上的台子看，季以清走上前去。怎么了？九月回头看到季以清，如此极品好看的男人是谁啊？是九月的相公。好，心满意足。九月抿抿唇，不知道怎么说。我总觉得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是发现了什么？不是，恰恰是我什么都没有发现，只是感觉不对劲。没事，我去跟沈将军说一下，让沈将军告诉禁军的人，顺便让陛下的护卫也重视起来。把我们帐篷里的雄黄还有药粉分点过去。季以清到处找人吩咐事情弄了一圈，这会儿也终于忙碌结束了。这是干什么的？二皇子说是准备了民间的杂耍，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让大家看上一看。哦，二皇子还真是见缝插针的表现呢。随着一个又一个的节目演出结束，众人也被带动了情绪，气氛高涨。最后一个表演者上场，来人是一个极具异域风情的小姑娘，走动间叮叮当当的铃声俏皮活泼，九月的眼皮莫名的跳了跳，隐隐不安的感觉在小姑娘上场的瞬间席卷全身。接着小姑娘轻轻吹手中的乐器，指尖灵动飞舞，瞬间空灵却又莫名沉压压的声音倾泻而出。九月微微抬眸，就看到林子像是晃动了一下，有什么东西从林子里朝着这边奔过来了。乐声从轻扬转变的极缓，就见小姑娘嘴角微微一勾，看着营地内的所有人，像是在看死物。九月灵光一闪，终于知道那股子腥气是什么东西了。小姑娘的乐器是在控蛇虫鼠蚁，任何动物、植物，包括人，只要聚堆，味道就会浓重。很明显，这小姑娘就是聚集了一堆又一堆的蛇虫鼠蚁，飞禽走兽。所以在林子里闻到的腥气不是假的，那是一堆又一堆的蜈蚣、蛇、蝎子、虫的味道。这些东西无孔不入，各种蜈蚣、毒蛇、蝎子这一类根本防不胜防的东西。这个小姑娘就是在用她吹着的那个东西来控制这些毒物。想通这一点，九月再顾不得其他，这里都是大齐的朝臣，还有大齐的皇帝和太子。要是这些人出事了，大齐就完蛋了。我可才刚抱上了大腿啊，半点还没有狗仗人势、狐假虎威呢，可不能出事。要是大齐乱套了，我不就又得找地儿安置了吗？我可不想颠沛流离啊，再重新找靠山，重新来一遭，太累了。去把剩下的药粉拿出来，动作快点。而后九月从一众黑压压的人群中窜得老高，朝着看台拼命地奔跑。依依，点火把敲鼓，声音越响越好，动作快。但九月的声音隐在那乐器声音之下，竟好似传不出去。风元帝侧眸，只是看九月踩在他的朝臣的脑袋上，朝着他的方向飞奔而来，那架势看得风元帝的眉心都在抽抽。他刚刚踩了首辅的脑袋，挺大的年纪了，这一脚下去，哎呦，又踩了右相的肩膀。九月这小丫头，等一会儿朕怕是要面对一堆告状的朝臣。哎呀，真是要了朕的老命了。还看，有刺客！玩脱了吧，是就玩脱了吧，最讨厌钓鱼执法了。九月看到风元帝身边到处都是人在保护着，转身就去找那控护的小姑娘。李峰将风元帝护在了身后，鹰眼的人瞬间团成了一团，将风元帝牢牢地护在了正中央。九月找了一圈，现场太乱，那乐器的声音不知从何处源源不断地传来，似乎在此的人并不止那小姑娘一人。该死！再看火把也没点，鼓也没有敲起来，
看样子英一是没有听到了。九月只得又转身去找季青和季昭眠。算了，先把这俩货送到丰原地跟前去，总好过在外面跑来跑去。去丰原地身边，把药粉和雄黄撒成一个圈，你们站在药圈里，圈外弄个火圈。切记，雄黄不可燃烧，有毒。袖口和裤腿捆起来，鼻子、耳朵、嘴巴堵上，一定要堵上。季青只来得及听完九月的话，然后屁股就传来了熟悉的痛感，他又被九月一脚踹上了天。在旁边慌乱却又围观了全程的季昭眠熟门熟路，很是乖觉地主动站到了九月的面前。上当！然后一脚把季昭眠也朝着看台踹去了。参见皇上啊！砰的一声，季青和季昭眠直接摔在了丰原地他们这个包围圈的正前方。皇上，臣是九月夫婿季义清，九月让臣来保护皇上。你们如果要是不开口说自己是过来保护人的，就你们刚才那炮弹似的砸过来，还以为你们是什么先秦的刺客呢。到底是怎么回事？臣也不知道，九月只说感觉今天要出事情。英一刚刚并没有听到九月叫他敲鼓燃火把的事儿，这会儿听到季义清说，立刻就点燃火把，让人去敲看台旁边的大鼓。为何要敲鼓？声音，是声音，有人在用声音控制这些东西。接着季义清和季昭眠就开始分析事情发生前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季义清想着想着，灵光一闪，表演的人是那个吹曲子的人。是，九月起身让护卫点火敲鼓的时候，一直看着那表演的人。此刻九月正一把抢过林月手里的鞭子。找个空地点上火把，把人聚起来，让他们把能用来制造声响的东西全部都拿出来，声音弄得越大越好，一定要盖过刚刚那个表演的声音。袖口和裤腿全部都要捆上，鼻子和耳朵用东西堵上，嘴巴最好闭上，听到了没？九月吩咐完林月，提着鞭子一转身，就看到太子朝着他的方向过来。太子，你来这边干什么？国好，过来找你。真是恨不得一棒槌敲晕这个棒槌。耳边窸窸窣窣的声音传来，九月往不远处一看，地上的密密麻麻的蛇和蜈蚣蝎子，看得人头皮发麻。来不及思考，九月飞快地走到了太子的后面。去找你爹！九月一脚踹在太子的屁股上，直接把太子给踹飞了起来。看台那边一直关注着太子和九月的所有人，包括丰原帝，所有人眼睁睁地看着太子被一脚踹在了屁股上，然后尖叫着朝他们飞了过来。爹！鹰眼的人七手八脚地上前去接太子。季青和季昭眠对视了一眼，然后默默地移开视线。信不信，若是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别管面前的是太子还是谁，就是丰原帝的屁股，九月也照踹不误。原来救人还能这么救。可是为什么我有种学到了的感觉？季青看着鹰一盯着太子屁股后面若有所思的样子。千万不要学啊，屁股没肉的人踹起来是真的很疼。好在禁卫军和皇城护卫已经用最快的速度反应了过来，整个营地亮起了数不清的火把，很多人都开始聚在火圈里。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找到吹乐器的人，这些东西整个三关山不知道有多少，就这前仆后继的架势，人总不可能一直都待在火圈里面，火圈也总有烧完的时候。若是这其中有那什么蚁，那就更加完蛋，那什么蚁会抱团的，最外层的被烧死也没关系的。眼看就要到看台，九月一眼就看到了杂耍团的人，找死！啪的一声，九月的鞭子直接缠上了那杂耍团男人的脖子。说时迟那时快，男人手腕上的毒蛇头部扬起，噌的一下，毒蛇凌空朝前飞去，目标是丰原帝。来不及想其他的办法了，九一鞭子死命一拉，一个用力，尸体直接就朝着丰原帝砸去。毒蛇还在半空，突然就被一个从天而降的黑影给砸在了地上。护驾！护驾！就该跟九月一样，在生命面前还管什么被救的人是好看还是不好看，活着就够了。九月飞速地赶了过来，先看向季以清。被咬了没有？季以清连忙摇头。有没有人被咬的？众人连忙摇头。到底是下蛊啊，是比朕这个皇上要重要些。
但九月也刚刚火急火燎的架势，不是来护驾的吗？你好歹也先问问朕呢，做个样子也成啊。男人的衣领处动了动，这个男人已经死了，九月是十分确定的事情。能从这儿钻出来的，不是那蛇还能是什么？啪的一声，九月的鞭子直接抽在了男人的脖子处。这蛇能被用来专门对付风原帝，可想而知毒性有多强，很可能根本就来不及判断和解毒。直到7、8鞭子后，男人裤腿的位置墨绿色的浓汁进出来，九月才确定那蛇被弄死了。危险已经解除，但九月浑身的戾气和狠戾残暴没有丝毫的减弱。一个20出头的小丫头，这般气势到底是从何而来？简直像是从尸山血海归来的恶魔。可是还有什么不妥吗？天彻底黑下来了。九月看向看台上的帆布，各种旗帜、桌布、椅布。管他呢，有的用就不错。陛下，要委屈一下您了。什么？然后所有人都眼抽抽，真是恨不得直接戳瞎自己的双眼。因为九月用最大的那面旗帜把风原帝给裹了起来，就露了个脑袋在外面。九月，姑也要裹吗？然后太子也被裹了起来，就剩了个脑袋在外面。英一，别闲着了，这里还有很多多余的布，保证他们没有落在外面的地方。九月捆完太子，就去捆季青和季昭眠了。没过一会儿，看台上一排排裹着的各种各样奇奇怪怪布料的萝卜。自从有了九月以后，朕这生活都不能用多姿多彩来形容了，心惊肉跳之余，又充满了喜剧色彩。刚刚让堵鼻子和耳朵的时候就很丑了，现在呢？现在堵着鼻子和耳朵，身子还被裹得圆溜溜的，还排在最前面。季青和季昭眠在萝卜群里往后一点的位置，根本不敢开口。平常季青恨不得把九月夫婿这个身份焊在脑门上，但此刻看着那一排排的萝卜，季青觉得若是再招摇的话，他可能会变成片萝卜、腌萝卜、干萝卜，绝对不会是一根完好无损的萝卜。九月，这要这样多久啊？等我去找到那个女的再说。这是解百毒的解毒丸，若是有谁不慎被咬了，服下一颗，然后等我回来。九月，这是你给我的药粉，我这儿还剩了一点点，你拿去。九月狐疑地看了一眼季青，然后看英一也是一脸的感动，就连风原帝和太子重臣护卫们都一脸的动容。你们为什么这个表情？这些毒物又不敢咬我。说着，九月拿出了一瓶药粉，直接往身上一撒。这种味道是各种生物最讨厌的味道，所以那些东西不会进我身的。陛下，我就弄了一小瓶出来，就给你少用点啊。说着，也不管风原帝愿不愿意，直接撒在了风原帝的身上。然后太子，最后是季青和季昭眠，自家人嘛，还是得有点特殊对待的。不止生物讨厌，人也讨厌啊！太臭了吧！九月听着若隐若现、飘飘忽忽的乐声，脚步丝毫不停地晃晃悠悠，朝着那个方向去了。怎么这地有点像皇后的帐篷？九月本想悄无声息地摸过去，结果因为身上的味道实在是有点大了，导致九月刚接近帐篷，几个护卫就同时转过头来，定定地看着九月。你身上这什么味儿？你是谁？来这里干什么？陛下命我来带皇后娘娘去看台，那边有保护的措施，不会被虫子咬。这话帐篷里的几个人都听到了。陛下是念着我们的，走吧，去陛下那儿。容妃往自己的婢女处看了一眼，随后点了点头，跟在皇后的身后往帐篷外走。皇后娘娘，陛下命我来接您过去。好。知道要去皇帝那里，容妃不再说什么，只是时不时地装作不经意地看一眼尾端的那个婢女。走动间，二皇子不知道从何处跑了出来。真儿，母妃。容妃和二皇子说了一会儿话，也很快跟在了队伍的后面，像是一定要去皇上身边去一样。九月其实也想在这里把他们给处理了，但一个是二皇子，一个是容妃，可都是皇上的人。九月也不知要不要问个话什么的。再者，九月就是要当着风原帝的面处理他们，定要让风原帝记住此次的教训，让他知道钓鱼执法风险太大。瞧瞧今晚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咬了呢，也不知道那些人被咬了会不会死。
不过一会儿，九月带着皇后一行人就到了看台处。皇后眼睛眨得像是得了帕金森，还是有些理解不了眼前的这一幕，带着呆滞和迟疑，对着正中间最威武的萝卜。参见皇上。九月也不管了，然后和丰原帝咬耳朵讲悄悄话。但这悄悄话吧，在场所有人都能听得见。陛下，容妃娘娘和二皇子殿下和这次的虫子袭击有关系，要不我帮陛下分忧了？贱人，你在胡说什么？容妃指着九月骂了2句，二皇子这是对着丰原帝磕头跪地的说自己没有，惹得九月脑瓜子嗡嗡的。你个小贱人，你空口白牙的就敢污蔑本宫，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有证据吗？你没有证据，本宫一定要陛下诛你的九族。很好，一共4具小贱人，1只手可以不用要。放肆！容妃，何时轮到你来教朕做事了？9月是大齐的福星，岂容你在此污蔑？闻言，在场所有人都一脸惊讶地看向丰原帝的方向，毕竟9月的身份一直都很神秘。皇上，完蛋了，要见血了。这容妃真的不知道这个姿势她做起来有多么难看，还有那4具小贱人。丰原帝说完，刚想叫英一把容妃和二皇子带到一边，却见9月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脚把容妃踹到了火圈外。要证据是吧？那我就给你证据。母妃，但令人惊奇的一幕出现了，所有的虫子都争先恐后的远离了容妃。贱人，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笑吧，马上就笑不出来了。这9月，就见丰原帝对着9月微微点了点头，这意思是可以处理了。陛下，您瞧好了，证据这就到了。就听凌空啪的一声，9月的鞭子直接甩了出去。容妃大叫一声，眼睁睁地看着鞭子到她的面前，勾住她腰间的香囊，然后猛地抽回，香囊不见了。容妃浑身一颤，再也顾不得其他，拼命地往火圈处跑来。救命！救命啊！随后不过几息，蝎子和蜈蚣滚滚而来。9月站在边缘，手里拿着香囊，定定地看着蛇蝎子和蜈蚣前仆后继地涌向容妃。喜欢虫子吗？自己尝试一下就知道。花奴！二皇子眼见事情败露，大喊了一声，说着就朝着容妃那个婢女打扮的花奴跑去。但那花奴根本就没有想管二皇子，就见9月犹如鬼魅一般，猛地从火圈的边缘冲到了他的面前。等你好久了。花奴眼神一凛，无指往前一伸，想把手中的药粉洒向天空。9月单手卡住了花奴的手指，一个用力，花奴的手指竟张不开，用不了力。紧随而后的二皇子冲到俩人的面前，想要帮花奴制服9月，却见9月的手腕一翻，踢了二皇子的肚子一脚。二皇子条件反射的张了嘴，9月瞬间一只手抓着花奴的手腕往前一扯，吃吧你！然后花奴的手伸到了二皇子的嘴里，手指连带着药粉瞬间落到了二皇子的嘴里。二皇子踉跄着往后退了好几步，他最是知道花奴手里的毒是多么的厉害。不过1、2息，二皇子就掐着脖子满脸青紫了。9月一个转身，接着丝毫不停歇的鞭子啪的一声甩了出去，直接把花奴扯到了火圈外。想不到这花奴不仅能控制那些毒物，竟也是个玩毒的。玩毒我就是祖宗。这个花奴身上带着浓重的药物，皮肤也不是正常的肤色，苍白里透着病态的黑，还是个毒人。好啊，这么稀奇的东西我的了。这个人就是控制毒虫的那人，现在他吹不了曲了，其他人好像没有办法御虫，只能控。你组织人去找到其他控虫的人。英一点点头，转身就安排下去了。哎，你干嘛？我要把他弄回去审。活腻歪了，这是毒人，别乱碰。这个人浑身都是毒，刘德喜也带着毒的。那英一看着9月有些踌躇，不让他带花奴回去。难道9月带他？这不好吧？9月就打包似的用鞭子捆住了花奴的腰，再次到了看台。丰原帝眼角抽了抽，我把那预毒的人弄来了。那满脸的样子活脱脱就是在求夸奖。但丰原帝显然没有领悟到9月的意思。9月啧了一声，有点子不高兴了，哼了一声。季青一眼看到9月闷闷的样子，斟酌了一下，
九月，都解决了？我都看到了，你动作太帅了，干净利落，解决人的手法也快准狠，一点都不给敌人可乘之机，真是没有比你更厉害的人了。九月的眼睛噌的一下就亮了，笑着扑进季忆清的怀里。两个人到底是顾忌着，只微微抱了一些，就各自的放开了。九月仰着小脸儿，高兴的看着季忆清。季忆清领悟到九月的意思，低头靠近九月的耳边，连夸带讲的又说了好几句，只把九月夸得见牙不见眼的。下次一定要小心再小心，不然我会很担心的，好吗？九月这会儿高兴着呢，欢快的嗯了一声。季昭眠一看到季忆清那满脸春心荡漾又做贼心虚的到处看的样子，就知道这人脑子里肯定没想什么正经事儿。如此紧张激烈的场景，还能想些杂七杂八的事，二弟真是被九月给同化了。你们啊，干脆直接真的把我当个萝卜头，朝下的种到地里去得了。伤风败俗，九月，你过来。不让小情侣待一块儿，谁让九月围观了好几次他敷衍昧着良心夸容妃穿衣好看的现场，偏不要两人这会儿待一起。陛下，您叫我。几个重臣惊奇地看着九月，两个人看起来根本就不像是臣民和皇上的关系，更像是慈爱的长辈和调皮捣蛋的晚辈。就看了这么一眼，众人就知道九月在丰原帝那里的地位可不一般呐，得回去告诉家里人，别不长眼睛把九月给得罪了。这个人要怎么办？不知道啊。朕要审他，但是他身上的毒不能给他解毒，他可是毒人，好几百人能养出这一个就十分的不容易了，珍贵的要命，他简直是无价之宝的存在了。所以能不能把他送给我呀？你要毒人干什么？研究啊，陛下，您是不知道，毒人真的很不容易得到，他们身上的各个部位的毒不一样，若是可以研究一下，之后若是再遇到，也能够有应对之法嘛。行，等审过之后就给你。陛下，您可三思啊！这人可是刺杀你的，是要诛九族的大罪呀！谢谢陛下。先别高兴太早，你说他浑身是毒，但现在需要审他，这样还怎么审？有什么关系啊？头发剃了，指甲拔了，身上有毛发也一并剃了，别沾到他的血什么的就行了。哎呀，算了，等把控虫的人找到，我弄吧，让他们小心点，别把人给我弄死了。剩下的时间，丰原帝也没有什么时间再来狩猎了。荣家之事牵扯的实在是太广太深，事情太多，丰原帝大手一挥，回城。回都城以后，季忆清和季昭眠还有各个衙门的小官小吏被到处借调，直到忙碌了快整整1个月，才把荣家的事情给忙完，就没有哪一日不是快天黑了才回来的。接连几日，季忆清回房的时候，九月已经睡了，一听到开门的动静，就猛地睁开眼睛，警惕地看着门口。看清来人是季忆清，九月蹙了蹙眉头，要不这段时间你睡书房？季忆清关门的手一顿，站在门口背对着九月，默不作声。挺高的大汉缩在门边，光是看着就莫名的有点可怜巴巴的孤寂感。上次这么无语还是上次，这个人绝对是故意的，绝对。但他就吃这一套怎么办？不睡书房，不睡书房，和我睡。季忆清这才转过身来，抿着唇走到床边，弱小可怜，无助又可怜巴巴。就季忆清这样子，让我觉得自己有种提起裤子不认账的渣男感。灯下美人，还是个这么羞涩可餐的美人，得想拿捏季忆清还不容易。不想分开睡。行行行，不分开睡。虽然在衙门很累，但是回家抱着你睡就不累了。你嘴现在可真是会说了。情深所依，肺腑之言。九月轻笑一声，窝在季忆清的怀里睡了过去。反正分房是不可能分房的，连分床都不可能，更别说是分房了。今日季忆清出门办差，要去郊区，说什么寺庙有本前朝某个大儒的诗集还是什么，反正翰林院基本都是和文字打交道的。少卿命护卫和小厮跟着季忆清去了，而九月则是准备有时间去会会那什么巡盐御史的闺女了。果然呢。九月看着少卿整理这巡盐御史女儿的资料，再次明白人生的分水岭嘛，其实是羊水。脑子里想了几种方式，不外乎是把人揍一顿，警告一番什么的，但九月想想都觉得这治标不治本。再者，这人如此不把他放在眼里，
九月莫名就有点不爽什么的，正在院子里思考着呢，院外突然咋咋呼呼的响起了声音。东家，九月起身，少卿带着几个人就走了进来。东家，大人出事了。这会儿一看到季青这狼狈的模样，九月的眉心都跳了跳，满心都在腹诽丰原帝，以为是荣家的人对季青下手了。丰原帝说是皇上，怎么找个什么幕后之人那么难？这么久了还没抓到人吗？殊不知那伙人盘踞100年，哪是那么容易就能够连根拔起的呢？九月疾步上前，刚走到季青的面前，季青像是闻到了九月身上熟悉的药香味儿，猛地抬起头来，一眼，九月微微蹙了蹙眉头。不对，季青这状态怎么像是中了那种桑药？面色潮红，连呼出的气都像是带着情欲。九月黏黏糊糊的直接抱住了九月，仅存的理智让他除了抱住不再做其他，但一旦抱住九月，未散的药效张牙舞爪的瞬间就把季青给包裹住了，身上烫的九月险些招架不住。少卿，少卿急忙起身，帮着九月把季青给扶进了屋子。刚进屋，九月一把将少卿给推出了门，砰的一声直接关上了门。去给我查。剩下的话被猴急的季青堵在了舌尖儿。少卿匆忙的只来得及点头，知道里面会发生什么，连连后退几步离开房门口。怎么了？我怎么听说易清摔下山了？大人不是自己摔的。这到底怎么回事？原来季青从寺庙坐着马车离开的时候，半路遇上了那巡盐御史的女儿，那人做人做事全凭自己喜好，得不到就毁掉，也不是个什么善茬。